走着自由的梦想，听 C 狗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即将上映的新动画《魔城创造传》里边的机体万代 HG 龙神丸。本个模型的定价是1500日元，目前的现货价格在70多块。我对该系列的印象停留在第3部的《魔神英雄传》，也就是这个版本的龙神丸。主角我看的版本是叫战不度，第1部和第2部这个确实没看过，也是心血来潮看到这一款模型就买个回来玩一玩。那么本期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。本款模型的盒子大小算是常规 HG 的规格，不过真的是感觉好久没见过万代有这种带初回特点的模型了。就是这个初回特点需要购买另外2盒才能组成一条完整的龙，而且这个龙真的好抽象啊。本款模型一共是5块板件，其中另外2个初回特点的板件在另外2盒模型里边。龙神丸里边的这个初回特点就是这一块金属成一色的板件，看着一般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常规零件，数量并不是特别多，并且本体的金色零件和特点的金色零件还会有一点色差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看。这一次的主体给的金色成一色的发色还行，属于是那种比较亮的成一色。那么板件就是这些东西，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主要的部分。本款模型也是有着这么一个小的骨架，不过手臂只有关节的部分是有的，并不完整。整个骨架的设计思路像 SD 或者是 SDCS 那一种，再拓展一下说法，就是类似于国内的积木人骨架，比较基础。本款模型内容物包括龙神丸的主体、灯笼剑、盾牌、连接件，还有作为初回特点的武器配件。龙神丸的主体高度在11厘米，主要是天线和肩甲的龙头要稍微高一些，和 SD 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。按照万代的宣传说法，本款模型也是采用了按压式水口设计，但是水口设计的并不是全部都特别小，尤其是像肩甲的这个龙纹还有天线这种比较细的金色零件，不太建议直接按压，还是正常使用水口钳。本款模型并没有提供补色贴纸，加上本身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分色，最后速度效果也还可以。但是对比官图的话，胸前这4个圆圈内部和膝盖这里的三角形都是缺少了黑色补色。另外，本款模型大部分零件都是采用了嵌套的结构，这样的设计对于想做无缝的玩家可能会更友好一些。龙之浩标志性的头部做的还不错，不过身前之后会感觉这个面相有点像在笑一样。头顶的透明件是比较通透的，不过金色成银色效果比较一般，建议再处理一下。另外，这个红色透明件也是有强烈的荧光效果，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会非常的亮。头顶监视器和眼睛是一体的零件，眼睛分件和周围的眼眶会有一点缝隙。我印象里万代近2年好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，差不多的意思就是通过周围的空隙产生的阴影，达成我们熟悉的眼睛贴纸那样的效果。我个人感觉还行，就是想不起来还有哪个模型用过这样的处理方案。脖子部分的球形关节设计在了前端，而后面这里是中空的，然后胸部零件这里还做了一个凸起，整体的可能性还可以，但是侧摆的时候注意头部天线的干涉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头部的这个球关节也会有一些松。胸部和胯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，甚至分件也非常简单，也就是胸部上端的这个红色是做了镂空处理，胸前的金色零件看着比较暗淡。另外这里想吐槽的一点就是裆部前端这个零件的空档会非常大，看着很怪很空。胸部可动分为了2段，一段是这里的球形关节，可动角度和紧实度还行，另外一段是在胯部，只有前后摆动。肩甲的尺寸比较大，并且龙纹的标志也有做出单独的分件处理，肩甲的龙爪造型也算是比较经典了。不过这一次的龙神丸其中一个肩甲是更换成了龙头，嘴巴也是有可动并且可以张开，龙头是可以通过拆除安装在手臂上，但是这个部分需要替换造人手。由于这个部分是一样的柱形卡榫，所以2侧肩甲都是可以进行替换。而想要达成对称样式有2种方案，一种是再买1盒龙神丸，而另外一个就是再买1盒麒麟丸，因为另外一个龙爪是在麒麟丸的特点板件里边。肩甲和胸部的连接会非常的简单，胸部也是有引出关节的设计，最后呈现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，可动幅度也会更大，就是这个零件的材质插进去就会直接掰狠了。手臂和肩甲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带有正常的抬起可动，上臂平转正常没有问题。手肘部分为单段结构，可动幅度也就是当前的水准了。手腕是采用了球形关节，可以外拉出一点，可动角度也还行，紧实度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造云手只提供了一对常用的握持手型，由于手背甲的卡榫是比较深的，拆出来也会费点劲。胯部是球形关节连接，虽然大腿根部也有设计开窗增加可动，但是只能达到当前的角度，再侧踢就要搓出了。其他的可动角度因为没有裙甲的限制，整体来说还算可以。膝盖也是单段结构的设计，可动是非常的微弱，90度都不到。小腿这里的零件是一体的，并不具备任何的可动，就导致我总感觉这个脚部没完全安装到位，而且因为装甲的限制，脚部不具备上抬的可动，只有侧摆和下压，而且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微弱。脚尖部分也可以再拉出来一点，增加一段可动范围。
武器配件的部分是给了一把灯笼剑，结构是非常的简单，可以直接握持在手上，或者使用连接件安装在背包的孔位上挂载，并且连接件是有卡位的，灯笼剑并不会脱落。另外还有一面盾牌，由于剧还没有上映，不知道这是一把弓箭还是盾牌。两侧的金色零件可以一起展开活动，同时也可以使用连接件给它握持在手上，或者是挂在背包的连接件上，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同时也可以看到龙神号背部有3个通用孔位，所以想自由拓展的玩家也可以再随意整一下。本款模型还有一个我也没看懂是什么形态的转换，首先拆除肩甲的龙头，然后安插这个连接件，把原本的头部拆除，替换龙头就变形完成了。也挺抽象的。并且根据说明书的指示，如果买了另外2盒模型的话，也可以将手臂、腿部的装甲进行替换，不过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展示了。最后还有本款模型的特点，里面是包括了名为龙铠甲和铠龙骨的装备，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和本体的金色零件会有一些色差，特点的金色成银色反而会更暗一些。龙铠甲就是这个龙头，和金甲的那个玩法是一样的，可以插在手上，但是不能插在肩膀上，很烦人。龙嘴也是可以张开，脖子部分也是有一段可动，而铠龙骨这个东西就很操蛋了。正面看就是一个类似翅膀背包的东西，翻到背面那就是完全的偷焦，而且按照说明书的指示，这个东西是龙的身子，最后要和其他的特点拼完是这个样子的。不是哥们儿，这他妈到底是哪个傻逼想出来的玩法？再做一半零件真的会死吗？总之，如果你想要还原这个铠龙形态，或者是全武装龙神丸的形态，就还需要再购买另外2款获得里面的初回特典。怎么说呢？1500日元的东西买这个，对我感觉是真的没啥意思。这就好像我买了一盒 SDW 的系列模型一样。而目前这个玩意儿呢，卖70多块，除非是真爱粉，不然我真的是不太推荐这个东西。没办法，龙神丸的替代品实在是太少了，要么 NX， 要么就 HG， 再不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品。不过真要说龙神丸的替代品，那有时候想想魔动盒，貌似也不是不行。总之这一款模型目前来说确实没啥意思，纯情怀的模型，况且这部剧还没上映，貌似也没啥情怀。那么本期的 C 狗魔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